乌军连夜袭击别尔江斯克港，炸瘫影子舰队油轮，爆炸震碎莫斯科夜空，俄关键军工专家街头被清除。乌克兰多维反制策略启动，俄军攻势正在崩塌。红军称攻防大战狂虐俄军，俄罗斯战略停滞，胜利遥遥无期。乌谈判底线公开，3000北约士兵模拟夜战，防俄进攻。欧洲提前备战。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日前，乌克兰对黑海与亚速海的连番袭击还在继续，最新战火燃向俄军占领的别尔江斯克港。在这座被视为南部补给枢纽的港口城，乌军不仅摧毁了一艘代号卡德罗夫奇的货轮，更将一支试图倒卖能源的车臣部队连根拔除。根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披露，11月29日晚10点，别尔江斯克港夜色骤亮，2次剧烈爆炸撕裂海面，货轮被点燃后呈喷泉式抛射火花，临近岸线瞬间变成战场。乌克兰情报总局确认行动，并直指驻扎于此的是车臣特种部队。就在他们试图倒卖军用柴油等物资之时，袭击如闪电般落下，战果不止于船只。乌克兰方面称，港区内4辆虎式装甲车、2辆军用皮卡被一并摧毁，一支车臣小队当场瓦解。现场视频显示，多辆救护车与消防车奔赴码头，火光在夜空中连成长线，逐渐破坏规模。别尔江斯克之所以反复遭袭，是因为它承担着俄军南线后勤生命线的角色。港口能力下降意味着前线补给受阻，而这恰是乌克兰在冬季攻势中的核心策略。过去几周，乌军对俄战港口的打击不断升级，新罗西斯克成为另一个焦点。不久前，乌克兰发动了被俄媒称为新蛛网行动的大规模突袭。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精准命中谢斯哈里斯石油码头，并摧毁一套 S-400 防空系统的4个发射器。该码头负责约 20% 的俄原油海运出口，袭击导致原油装载直接停摆。俄国内军事记者愤怒疾呼，黑海舰队领导层应全面撤职。另外，11月28日，2艘承担俄罗斯海外原油运输任务的油轮在土耳其外海遭到高速无人艇撞击并起火。乌克兰安全局 SSU 次日公开认领行动，俄罗斯外交部迅速回击，指责这是无法容忍的海上恐怖主义。这次袭击并非偶发，现场画面显示，凯罗斯号油轮整片甲板被大火吞噬，滚滚黑烟直冲天际。几十米外，维拉特号船舷出现巨大撕裂口，动力受损，被海浪拖着漂移。乌方随后公布船员求救录音，描述无人艇高速逼近，直到撞击前几秒才被发现。这不是事故，是伏击。幕后主角仍是乌克兰标志性武器 Sea Baby 无人艇。这种舰体不足6米的海上攻击工具，外观看似简陋，却专为致命一击设计。复合材料挺身，降低雷达反射，最高时速80公里，核心爆炸载荷可从300公斤扩展至900公斤。3套制导系统 GPS、惯导、星链叠加使用，即便通信受阻，也能依靠预设航线直扑目标。Sea Baby 从克什大桥到俄境内港口一路升级，如今已从骚扰工具变成切断敌方经济命脉的海上钉子锤。被击中的并非普通商船，而是俄罗斯所谓的影子舰队。这支由约600艘老旧油轮组成的体系，承担俄原油出口70%任务，是绕开制裁的核心渠道。船只常年关闭应答器，频繁更换旗级，在黑海与地中海间悄然运油。本次遭袭时，2艘油轮正驶向新罗西斯克港。
该港负责俄近1/4的海上石油出口，宛如俄罗斯的能源中枢。乌克兰的逻辑非常明确，打蛇打要害，俄原油是战争财政的血液，影子舰队就是通往全球市场的主动脉。从今年春季起，乌方已连续攻击俄炼油厂与能源设施，而这次选择直接在公海截杀，等同于对俄石油现金流进行外科式切断。俄罗斯的愤怒无法掩盖现实冲击。袭击后，新罗西斯克港调度系统混乱，黑海邮轮保险费1周内跳涨超过 6%， 部分船运公司干脆暂停航线，区域航运效率骤减。为了避开无人艇，俄油船不得不绕行西非或阿曼湾，运输时间与成本倍增。原本依赖折扣价勉力维持的俄石油出口开始失去竞争力。更危险的是全球层面的连锁反应。消息公布后，国际油价瞬间拉升 1.5%， 波罗的海原油运价指数1周上涨 13%， 黑海承担全球约 3% 海运原油。若冲突蔓延至土耳其海峡，哈萨克斯坦近80%出口将被阻断，全球供应缺口或在短期内爆发。土耳其紧急召见俄乌大使，欧盟亦提高警戒，担忧战火蔓延至自身能源安全。乌克兰并未回避争议，而是把行为正当性摆上桌面。基于国际战争法框架，乌方强调为俄输送原油的油轮属于敌方战争潜力的一部分，因此是合法军事目标。这一原则早在2023年7月就已公开，凡驶往俄港或俄占港口的黑海船只，风险自行承担。而这项政策正是对俄方袭击乌克兰港口与商船的对等回应。莫斯科的夜空再次被爆炸撕裂。12月1日，一声巨响震动了城市西部住宅区，一辆丰田陆地巡洋舰2000在街头化作火球，火焰吞噬整辆车，黑烟直冲天际，路边民众惊魂未定。有目击者称，现场至少发生了2次爆炸，冲击波猛烈到足以震碎周围公寓玻璃，车内人员几乎没有生还可能。随后俄媒巴扎率先披露细节，被炸死者是一名41岁的量子科学家，供职于斯特尔马克波利乌斯研究所，一家长期向俄军提供激光陀螺仪与导航系统的关键机构。爆炸发生时，他正因公务在莫斯科停留。该研究所与俄空天军装备、精确制导和长航任务密切相关，使这起街头清除事件瞬间被赋予军事意味。莫斯科24电视台迅速跟进，未公开姓名，却明确指出这是一位参与核心军工科研的专家。而官方保持沉默，但外界几乎没有悬念。乌克兰的特工暗杀行动再度深入俄首都，这种模式并非孤立。今年以来，莫斯科核心区域已多次出现目标性清除行动，其中包括核与航空航天专业人士。就在袭击发生2天前，俄联邦安全局声称挫败一起针对天然气管道的恐袭企图。然而不久之后，同样的爆炸就在城市街头发生。连环打击让莫斯科难以喘息。11月下旬起，首都至少遭到4轮袭击，部分地区出现断电与通信混乱。11月23日，乌军大规模攻击沙图拉发电厂，俄罗斯规模最大的能源设施之一，让莫斯科一度陷入系统性瘫痪。乌方在行动中密集使用无人机蜂群与国产远程导弹，其中火烈鸟导弹曾直刺首都核心。泽连斯基公开宣称将对俄罗斯实施深度打击，以军事方式回应所谓的投降协议。再来关注下乌克兰战场上的消息。在哈尔科夫州的沃夫昌斯克，乌克兰第57旅不久前挫败了一次极具象征性质的俄军行动。俄方一支小队企图在城中插旗，以制造以掌控城区的舆论。镜头显示，旗杆刚竖起，
乌军的 FPV 无人机便精准命中，其至于小队当场被摧毁。另一名用户 David D 发布的战场统计显示，过去5天内，乌军在哈尔科夫州伊万尼夫卡地区摧毁约100辆俄军坦克或步兵战车，使俄军第90师遭受严重损失，短期内恐难重新组织有效攻势。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乌军在城区持续进行小规模反推。尽管俄军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早在11月中旬就宣称已完全占领库皮扬斯克，并将这一所谓捷报上报普京，但现状与宣传严重脱节。实际可确认的是，俄军仅控制城内约 30% 的区域，且主要集中在2条狭窄区域带上，属于典型的渗透式占领，而非稳定据守。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也公开反驳俄方宣称已占领库皮扬斯克的说法。他强调，乌军仍在当地实施防御与打击行动，俄方对区域控制远未稳固，甚至仅有极少居民接收俄方电台信号，这显示俄军试图制造既成事实的宣传。更耐人寻味的是，有传闻称格拉西莫夫近期因腐败问题被调查。如果消息属实，很可能是有人意识到他夸大战果、虚报军情，但为了维护最高领导者永远不会被骗的叙事，需要以反腐为名切割责任。在俄式体制下，所谓反腐从来不是单纯的纪律整顿，它往往是内部权力斗争的工具。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已重新夺回伊万伊夫卡。在夺回阵地的战斗中，共击毙53名俄军士兵，并俘虏19人，其中包括多名穿着平民服装企图混杂撤退的俄方作战人员。另外，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快速提升。乌克兰基辅的英文新闻媒体与分析平台 Euromaidan Press 指出，本土导弹量产已逐渐突破俄军防空承受极限。乌克兰目前每月可生产约40-50枚海王星反舰导弹及约90枚火烈鸟巡航导弹，这些武器能够跨越俄防空网路，瞄准俄境内军事与能源设施。分析认为，乌军或将进一步攻击俄国防工业的电力供应，直接压制俄军武器制造能力。此外，军事账号 Max25 补充表示，乌国防部情报总局近期成功渗透前线俄军以及部署在非洲的俄军特种部队通讯网路，通过实时截获敌军部署与作战计划，为乌军推进与定点打击提供关键情报支撑。目前，乌军正从单纯防守转向复合式战略，前线高强度抗击俄军攻势，远程导弹持续摧毁后勤节点，情报站撕开俄军防线。在兵力与资源全面劣势下，这种多维反制策略正在削弱俄军攻势，并逐渐牵动俄方战略能力与军事工业的长期承受度。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克兰空降与特种部队依托密集的 FPV 无人机攻击，在罗金斯克一带歼灭了一支连级进攻队伍，并摧毁3辆 BMP 步兵战车。与此同时，乌军重新控制了波克罗夫斯克铁路沿线的争议地带，并守住通往米尔诺格勒的关键补给线。俄军在该城周围试图构建前行包围的企图已陷入停滞，目前距离完成合围至少还差约5公里。若俄方不在短时间内进行大规模增兵，俄罗斯在年内拿下波克罗夫斯克、米尔诺格勒双城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空军昨日出动 F-16，对俄军后方实施突袭，摧毁了一处指挥所以及无人机发射基地，对俄军战场调度形成直接打击。军事分析账号 Chuck Farrer 指出，俄军近期集中火力攻击波克罗夫斯克区域，但乌军在兵力比极度劣势约 1.15 分及恶劣天气的条件下，48小时内化解了超过20次俄军的攻势，并重新夺回顿涅茨克铁路沿线数个关键区段，确保补给线路畅通。一份最新的战争研究所 ISW 报告指出，俄罗斯连续投入2个集团军，苦攻近4个月，却只在城区占到大约2/3区域，战果既不决定性，也无法改变总体态势。乌军依旧牢牢守住阵线，
通过穿插防御与反击，稳住了战术态势，俄军推进速度近乎停滞。ISW 还进一步强调，外界看到的俄军必胜论更多是对乌克兰和西方舆论施压，而不是基于战场事实。如果俄军以目前的推进节奏推进，即便不考虑未来变数，也要到2027年8月前后才能勉强拿下整个顿涅茨克地区。这一时间线本身就说明俄军攻势在战略层面存在严重结构性问题。被关押在狱中的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斯特列科夫对战局也持类似判断，尽管他情绪激烈、措辞尖刻，但对战场态势却出奇的清醒。他指出，俄军目前仅取得一些战术级别的胜利，没有能力迫使乌克兰在战略层面做出让步，因此根本没有资格向乌克兰或欧洲提出所谓的和平条件。耗费半年，付出巨大代价，却只夺下一座库皮扬斯克，并不能被视为战略成果。在他的最新狱中信件中，斯特列科夫明确承认，乌克兰军队仍在最危险的阵地保持高度抵抗，他们为了每一栋建筑、每一道林带、每一处制高点展开争夺，这正是俄军在这些方向无法取得突破的根本原因。他断言，只要乌军没有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奥里西夫、乌利亚伊波列等关键节点被全面击溃，俄军就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因为俄军的兵力和资源仅够支撑战术层面推进，并不足以实现战略性打击。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的战果显示，单在11月，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就损失1221人，545人受伤，各类车辆140辆被摧毁，坦克装甲车10辆损毁，超过3200架无人机被击落。俄方却始终回避承认损失，只强调逐步推进，并不断延后他们所谓的攻下时间。可以想见的是，随着战事迈入严冬，俄军对波克罗夫斯克的进攻很可能再次急剧升级，尤其会集中打击外围布给线，试图切断乌军后勤。为了应对这一点，乌克兰第425突击团正驻守在铁路以南，确保运输通道能够继续运转，而前线部队也在抓紧加固阵地，为暴雪条件下的持久战做准备。另外，乌军空降与特种部队依托 FPV 无人机配合，持续攻击俄军阵地，还在罗丁斯克地区摧毁一支俄军联级作战单位。据乌媒 RBK Ukraine 披露，在佛罗里达举行的美乌磋商中，乌克兰代表团对所谓以领土换和平的提议作出明确回应。基辅绝不会为了停火而从顿巴斯仍处于乌方控制的区域撤出军队。消息人士称，美方在会议上向乌克兰转达了俄方的核心条件，要求乌军从整个顿巴斯地区撤离，将地区安全控制权全部腾空，作为后续谈判的政治前提。乌方立刻拒绝这一要求，并明确给出3条不可撼动的理由。首先，乌克兰宪法将领土完整写入根本原则，任何主动放弃国土的行为均违宪。其次，社会舆论对此坚决反对，一旦让出未被俄占领的区域，国内政治将不可承受。第三，从战场现实来看，撤出这些阵地不仅不具备执行条件，还会直接削弱防御体系，乃至改变战局。基辅代表在会谈中强调，任何有关领土的讨论必须以当前战线为基础，而不是按照俄罗斯提出的完全撤军逻辑重新清零。解决方案的探索不会停止，但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议题。消息人士在对媒体的补充中表达谨慎乐观。另一名了解谈判进展的知情者则透露，将顿巴斯尚未被俄方占领的部分移交出去已经被排除在谈判范围之外，因为这将从根本上削弱乌克兰的整体防御能力，大幅提升未来遭受进一步军事侵害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谈判中的另一项敏感议题是乌克兰潜在加入北约的前景。有消息指出，一旦乌俄达成停火协议，乌克兰的北约入盟机会可能将显著降低，这不仅关乎战后安全架构，也成为影响乌方谈判策略的重要变数。与此同时，在欧盟国防部长会议召开前夕，
荷兰国防部长布雷克尔曼斯宣布，将再向乌克兰提供2.5亿欧元专项军事资金，通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 PRO 机制直接采购美制装备。这笔拨款被视为荷兰对乌援助的又一次升级，旨在快速满足乌军当前的关键需求。新增的资金主要用于2大方向，首先是适配 F-16战斗机的防空导弹，其次是覆盖多种型号的战场关键弹药，并包含相关防空系统组件及无人机装备。布雷克尔曼斯指出，俄军近期对乌多地发动密集空袭，暴露出乌军防空能力的紧迫缺口，因此荷兰将利用从美方库存直接提取的方式加速交付，以应对冬季作战环境下的防御压力。荷兰是首个通过 PRO 机制为乌克兰采购美制武器的北约成员国，此次动作并非孤立。此前，荷兰已向乌方提供 F-16战机，设立9000万欧元无人机专项基金，并承诺支持战斧巡航导弹计划，逐步形成资金装备技术一体化的援助模式。另外，日前，多国北约成员开始强化军备储备与东翼防御，并在多地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以提前准备可能的全面冲突。以法国为主导的多国部队近期在罗马尼亚举行大规模演训，模拟在美国减少军事支持的情况下，欧洲东翼如何单独抵御俄军入侵。与此同时，兰与俄国边境也展开名为2025北方之斧的联合军演。北约约3000名士兵在严寒与复杂地形下模拟夜战、防御与反击情景，以训练在极端条件下阻挡俄军推进。这场演习被视为北欧地区对俄最直接的军事预案。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意大利海军上将朱塞佩·卡沃·德拉戈内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时，更明确表示，北约可能采取先发制人行动，以应对俄方的混合式威胁。他指出，东欧成员长期抱怨北约对俄威胁反应过于克制，仅停留在口头关切，缺乏具体行动支撑。德拉戈内强调，若俄方持续以非对称手段渗透、破坏或胁迫成员国，则先发制人也可被视为自卫。他呼吁欧洲应制定强力且具法律依据的作战框架，以避免在下一次危机到来时陷入被动。他直言，欧洲必须建立一种比俄更强硬的政策体系，否则很可能在俄方新一轮战略攻势面前失去主动。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